好，那不错了，好，再见。哎，我的那个创意呢？你准备什么时候下手啊他过生日那天行吗？7月20号。啊，按常理的话，他应该跟家人先有一个派对。那你就让他先应付家人，然后再把他约出来，啊，晚上10点整，莲湖大酒店3楼朝北的房间。为什么非得是朝北的房间啊？朝南对着酒店大门啊，那人多容易发现啊。朝北下面是一个封闭的草坪，我觉得比较隐蔽。那你打算怎么做啊？首先，酒店得先订一房，一旦他来了，你就设法把他引到阳台，然后吻他，然后顺势3楼可摔不死他。就是不想让他死。你得让他后半辈子在轮椅上度过，这是报复的最高境界。你看，咔嚓，他一下就死了，他就无法体会到你对他的报复，他也无法体会到这些年他给你带来的伤害。你想想，一个人每一天都躺在床上，每一天都在恨你，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啊！只要他恨你，他身上就会产生一种痛苦的毒素，伤害他自己。他要减轻这种痛苦，只有忏悔。有忏悔，有内疚，就有机会让他主动的向你提出结婚。看新娘，肤白貌美，纯洁善良；看新郎，坐着轮椅，喜气洋洋。你坐轮椅了，谁还跟他结婚？哎，可婚姻不就是无论对方富贵与贫穷，无论对方疾病和健康，都永远和他在一起吗？你怎么知道我说过这话？婚礼上不都这么说？我出钱找你办事儿，你让我自己动手是吗？你要是害怕了，哎，你就放弃。你放弃，我就把策划款全退给你。我不要他坐轮椅，也不要什么最高境界，我就要我们俩一块摔下去。你最好做的像个意外，反正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其实无论是你要除掉他，还是你俩要同归于尽，都不需要找我做策划。不一样，我太孤单了，我得找一个人推我一把才行，不然我可能到一半我就泄气了。原来你是想找我做监督。你要是像我一样倒霉的话，你就会觉得别人的支持特别重要。阳台有栏杆啊，那怎么摔下去啊？你得提前对栏杆做手脚才行。得让我摔得利落一点，找一个高一点的房间。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他是把对沈小英的气转换成了对徐山川的恨。距离7月20还有1个月的时间，夏明清竟然不喝酒了。每次他从外面办事儿，或者是应酬回来拐到公司，再也不提徐山川，话也变得少了，好像是人要死了，胸怀突然变得宽广起来，又或者是终于明白了
在生命面前，他之前计较的那些事儿只不过是鸡毛蒜皮。他每回来我这儿，我都问他，我们把合同作废吧，解约吧，他坚决说不。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接了砂糖局的广告策划，我的账户上没那么惨了，我是真心希望他解约的。你说的毁约，只是口头上说的，还是把现金退给他了？口头上，但只要他同意，我立马把钱给他。但是他不想解约的态度非常坚硬，他话越来越少了，从话痨变成了寡言，好像每天在思索着什么。那你是怎么完成夏冰清交给你的策划的？我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到了一个靠谱的方案。为什么不是莲湖？5星级大酒店过生日才显得更有仪式感。房间开了吗？你不需要房间。你是想告诉我你不干了是吗？10万块钱杀2个人，你这事我干不了。那多少钱你肯干？多少钱我也干不了啊！你给我10个亿，我也没命花呀。这辈子我跟你说过的话比跟我父母说的都多。我这么信任你，你一直在骗我，你就跟我订个晚餐，就赚我10万块钱策划费是吗？我不是骗你，我给你想了一个 B 方案。我不想听。那这样，你当我违约，我把钱退你。我真是交友不慎。这世上我还能相信谁呀？我认真的想了一个2全其美的方案，既能保得住2条人命，又能让你达成目的。我把这个方案的名字定为“杀人诛心”。找什么呢？怕碰到熟人啊？你怎么没去莲湖啊？你不觉得这里更有仪式感吗？来，生日快乐！谢谢。我去开个房间，咱把菜啊、酒啊点到房间喝。这2年烦透我了。没有啊，为什么这么说呀？那男你认识啊？我放下你了。什么？我说我放下你了。不是，所以你要……对，你想的没错。我要跟你分手。从今天开始，我绝对不会再纠缠你了，咱俩之间也没有瓜葛了。为什么呀？能给我个理由吗？我一直没认清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我遇到了他，我才知道我真正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咱俩之间不是爱情，更像是一种畸形的供需关系，现在慢慢发展成了一种敌对关系。你是在逗我吗？那男的不是在国外蓝马踢球那球星吗？对啊，你也认识他吧？你的意思是他看上你了？你什么意思啊？
觉得我不配是吗？啊，不，没有，不是，我是说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怎么认识的？我们从小就是邻居，他回来探亲，我们就又见到了。感情这种东西嘛，你也知道，就是很微妙，三言两语也跟你说不清楚。他们那个圈子，你熟悉吗？靠谱吗？你别回头再给骗了。靠不靠谱的，先处处看呗。反正他不会在决定娶不娶我之前，先考虑离婚的事儿。你看啊，这是你对我的怨念啊，但是我不希望你把对我的怨念来左右你自己的未来，你清楚这点吗？我想得很清楚。这里面关于你的一切，我全都删了。我说到做到，绝不纠缠。跟我有关的一切都删了。你不信？我信。我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问你，你爱我吗？爱过。用词真准确啊，爱过。转瞬即逝吧。我是真的想娶你。哎，你给我一个最后期限，我可以马上跟他分手。你知道沈小莹不跟我离婚，我就没法娶你。照这个样子耗下去，最后只能是耽误你。尽管我爱你，但比起占有你，我更想让你能够幸福，你明白吗？嗯，明白。谢谢你啊。冰姐，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们这边差不多要结束了，要不我去房间等你？哎，你先等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哦，这位是徐山川，我前男友。哦，你好。你好，很巧啊，我也叫阿川。冰清跟我提过你，没关系的，每个人都有过往嘛，我不介意。啊，我看过你踢球。你也喜欢踢球？有机会咱们一起踢啊！来，耶！那你们再聊多一下，我还是在外面等你。我们很快就会走。啊，没关系，没关系啊。你们聊啊！来吧，给一个告别的拥抱吧。你知道我有多不舍吗？但是，知道你能幸福，我也得学会放手。我会幸福的。再见了。我们还会再见的，对吗？你不怕我反悔吗？好了，赶紧过去吧，别让爱你的人久等。特别黏我，哎呦，一会儿不见就微信轰炸我。生日快乐啊！谢了。下面这首歌是夏小姐为了刚刚被分手的徐先生编的歌词是夏小姐写的，我也是头一次唱也许你上辈子丧尽天良，才遇见我，还不完的账。你也曾说过让我做你的新娘，可是你又不想和老婆分家当。你不用再撒谎，反正你说了也不认账。我要收拾我的行囊，我要陪他去远方。反正你除了我，还有其他一大帮。我走
疼。怎么个意思，哥？还能换首歌吗？那你想听啥歌？哎，别急着，接着唱啊！这歌多好啊，是不是？这么的，哥，我先把这歌唱完了，唱你爱听的，好吧？对，来。你嘴上在逞强，你心里管不住的浪，我算是看明白了。来了，哥，你就是没有胆量，我要离开喜事儿谈不上吧？割掉不良资产也算是去了一块心病。行，你给他们几个打电话吧。啊，我安排过去，咱好好庆祝庆祝。嫁这个人，他有时候犯起小姐脾气来，我连做梦都想他一刀两断。你说我从小到大没有女的敢对我这样，你说我是不是贱？今天走到这一步了，我还有点舍不得。来，大家来啊，来一块儿结账了啊！辛苦了啊，谢谢啊！哎呀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啊！哎，那徐先生已经打点你了，我就不给你了啊。OK， 唱真好。那收到钱的各位老师就可以收工了啊！谢谢啊，谢谢。超哥，我演的咋样？好着热哇！那怎么你一个西北人，刚刚说了一嘴台湾腔？哎呀，我其实是这个酒店的门口嘛，每天迎来送往的，我说我们西北方言，人家觉得土得很。然后我就说了一口港台腔，他们说我特别像那个球星，对不？我还有英文名呢，我叫飞利浦。那走吧，飞利浦，咱们一块儿喝酒去。喝酒我就不去了，我明天一早上班。后来你们去了哪儿？后来，夏冰清突然想喝酒了，我说了几个地方，他也不想去，我们就从外面买了些酒和吃的，回我公司喝了。当时他什么状态？喝多了吗？说了什么？他吃的很少，也没怎么说话，偶尔说一两句话，跟这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一个劲儿的灌自己酒，我拦也拦不住，他一会儿就喝到不省人事啊。行啊。怎么睡这儿了？昨天晚上吐了3次，肚子肯定吐空了，趁热吃点早点。哎，不吃了，回去洗个澡，换件衣服。拍的好梦一夜又该结束了。
你怎么在这儿？我都等你一晚上了。怎么了？放不下我啊？放得下，我就是觉得，咱俩是不是应该好好道个别啊？真舍不得你，以后我不在身边，你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来个完美的最后一次，我再给你笔分手费。这算什么呀？打发我？这叫缘尽仍留慈悲。这种慈悲还是留到你跟沈小英离婚的时候再用吧。逗你玩呢。逗我玩？什么意思？昨晚上那场戏就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喜欢吗？至少开心了一宿吧。想让我离开你，别做梦了，咱俩没完。这叫不离不弃。还想要完美的最后一次吗？我说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你知道你有多恶劣吗？你这相当于我被释放了，刚走出大门就被你给叫回去，说放错人了。夏冰清有没有跟你提到后来徐山川有没有再找他？没有。后来他来我这儿次数也少了，好像对我产生了警惕。他为什么要警惕你？也许是我知道的太多了，也许是徐山川提醒了他。行了，好好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漏洞没说的？好像没了。文超，你要是真想证明你自己是清白的，你就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别在这儿跟挤牙膏似的。我懂，真没了。经过这几天对温超的询问，你有什么收获呀？第一，徐山川担心夏冰清留有证据，说明强奸很有可能发生过。第二，沈小莹未必像他说的那样，并不和徐山川交流有关夏冰清的信息。人人都在说谎。为什么人都在说谎？你见过一上来就说实话的嫌疑人吗？我要是犯罪嫌疑人，肯定说实话，绝不给警务人员添麻烦。从谎言中找真相，才是咱们存在的价值啊，小哥哥。小山，有什么哲理啊？你给我说说，还给我整哲理？姐夫，哎，铁伟，我先出去啊，给他送点饭吃。我吃糖就行了，干嘛送饭啊？送饭只是理由，主要是我担心你身体。我身体好得很，思路清晰，逻辑缜密，精力充沛，活蹦乱跳。这事儿我只相信医生。我现在正是办案的关键时刻，你别给我添乱啊！那要不就像我说的，我找你领导，让他决定，好不好？烦死！来吃饭。
下去，我要上班。你要不去看医生的话，我就天天跟着你。要不是焕宇他爸，我就怀疑你是凶手，诚心阻止我办案。你要不是焕宇他妈，我也懒得管你，你还有病没病的。刚才我给冉东东做了一个心理测试，你猜猜是什么结果及格线附近？96分。这么健康？在他众多的人格维度测试当中，像偏执型、分裂型、表现型、反社会型、被动攻击型以及抑郁型人格的维度都是中等。也就是说，以上的各项在他的身体里都存在，但是不明显。只有自恋型人格和强迫型人格的维度偏高，说明他有相对明显的自恋型表现和明显的强迫性表现。而边缘型、回避型、信赖型人格的维度都很低。怎么会呢？他经常的焦虑多疑，然后就和我冷战。你要是怀疑我的判断，那我就为你免费做一次心理测试，看看是不是你这儿出了问题。现如今，哪个人不焦虑？谁没有压力？失语、失眠、社交恐惧、认知障碍、莫名亢奋。如果一个人没点问题的话，可能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生活在现代或者是后现代社会的人类，对不对？怎么做到的？什么怎么做到？这么顺利就通过了莫医生的测试？因为不是我有病，是你认为我有病。你不是说你只相信医生的吗？走吧。小邵，我自己进去吧，1对1他能放松点。王志，有录音录像，没事。坐吧。所以你叫我来，不是为了听歌的吧？这歌熟吗？我在卡拉 OK 会经常点。徐婵婵，看你仪表堂堂，穿衣品味也不错，坐拥这么大企业，开口还能唱英文歌，怪不得那么多姑娘都喜欢你。如果你就是愿意聊一些跟案件无关的事情，我有权利拒绝回答你任何问题。那我们就聊点有关的。夏冰清面试那天和你发生了性关系，事实好像跟你说的不符啊。我不知道你从哪里了解到的情况，
但我说的是真的。你说，一个没有性经验的女孩，第一次见面就主动投怀送抱，为什么呀？因为知道我能带给她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说，发生关系之前，你给过她许诺？算是吧。你这是诱奸行为啊！因为许诺之后发生性关系叫诱奸。那些求婚的还有许诺的呢？那算什么？好，问点别的。这什么意思啊？你有没有过威胁夏冰清说，如果他再纠缠你，你就杀了他之类的？没有，绝对没有。他这个意思，他是不是觉得万一他要出了意外，我可以照顾他的父母？你说他为什么写这张纸条啊？是不是什么关于他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想过做掉他吗？我为什么要想做掉他呢？因为去年你生日的时候他玩了你。那这是个多大的事呢？不生气？我生气啊，但是生完气之后就没事了。他经常跟我耍小贱皮子，这不是第一次了。有那么包容他吗？据我所知，刘玉萌有一次跟你开玩笑，把你吓了一跳，你把他给骂哭了，2个月没跟他说过话。我说过我喜欢夏冰清。他找过陈小莹，你知道吗？知道。你知道他们之间说什么了吗？他跟他摊牌嘛，他说他想嫁给我，想让沈小莹跟我离婚。他这么骚扰你的家庭，你不生气吗？不是，这到底跟案件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这可能是你们2口子的杀人动机。你这完全就是无端的揣测嘛。那我不可能杀他了，沈小莹更不可能杀他。为什么沈小莹不会？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就算他答应跟我离婚，他能分到1半的财产，但是杀人要偿命的，他干嘛那么糊涂？答应离婚是什么意思啊？你跟他提过离婚吗？我提过一次。因为夏冰清。对。徐山川，你这不是喜欢，你是爱上他了，对吗？一个你爱的人被杀了，你一点都不痛心。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今天把你叫到这儿来，是因为目前只有你存在杀人动机。你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必须好好配合我，否则有一天你坐到那个凳子上的时候，你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你真考虑过跟夏冰清结婚吗？跟我走。
跟沈小莹没有婚礼，那是她的意思。但其实我是非常渴望有一场婚礼的，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觉得生活需要有仪式感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你和夏冰清办了一场假婚礼，倒让你刻骨铭心。对。你觉得他爱你吗？胜过我爱他。在你眼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通过你的描述，我觉得他很可爱，直来直去，很浪漫，还有点天真。他呀，就是，他这个人呢，除了有点任性之外，对我还是很好的。就是我带他去跟我的朋友们聚会啊，或者应酬什么，他都能做得到有里有面。我的朋友们都很喜欢他。多聪明可爱的姑娘！你们在一起的这3年，他跟别人好过吗？没有，绝对没有，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自信的。他很专情，这个也是我想跟他结婚的原因之一。你撒谎！